起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你會想到什麼？支持他的人稱他為鐵血宰相，認為是他帶領中國加入了 WTO， 開啟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他們也忘不了朱鎔基的那句反腐名言：我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給貪官，1口留給我自己。還有那句趟地雷陣的豪言壯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同樣是在朱鎔基執政的時代，也是上千萬國企職工下崗的時代，他們的生活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衝擊。一提起朱鎔基，在評論區總會引來讚賞夾雜着憤恨的評論，人們的感受是複雜的。請問正在觀看本期節目的您，是豬粉還是豬黑呢？當我們深入剖析中國今天面臨的經濟困局，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的結構性病灶都能夠追溯到朱鎔基時代那幾場大刀闊斧的外科手術。談起朱鎔基操刀的經濟改革，大多數人想起的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稅制改革。其實在這2台手術之前，還有一場影響至為深遠的改革，卻比較少有人注意到。它發生在朱鎔基1998年以前還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而這是朱鎔基留下的第一個詛咒。讓我們今天來好好分析一下。讓我們先回到朱鎔基上台前的那個年代，我們要讀懂朱鎔基的政治遺產，就要先看懂他要去拯救和改造的那個80年代的中國究竟是怎樣一個中國。在中共的官方敘事中，那是剛剛開始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前期階段。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它卻是被刻意遺忘了的黃金10年。1980年代的中國，請問是什麼樣子？那是一個從每一寸泥土裡都能迸發出力量的時代。幾十年的高度經濟，一旦打開了第一道縫隙，中國人被壓抑已久的对財富的渴望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如同火山一樣噴發出來。而這場大變革的中心，既不在北京的辦公大樓裡，也不在上海的規劃藍圖裡，而是在廣大的當時還很貧窮的中國農村。中共的經濟改革是從鄉村開始的，首先是包產到戶，再度把耕地分配到農民家庭，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食品短缺的問題。至於城市經濟改革是1984年開始的，所以整個1980年代，鄉鎮企業是最耀眼的經濟奇蹟。它沒有頂層設計，完全是從下而上自發的，像從石頭縫裡長出來的一樣。到1980年代末期，全中國鄉鎮企業的數量超過了1800萬家，提供了將近1億個就業崗位，創造的工業產值已經占到了全國的近1/3，出口貢獻也占到了全國的1/5。在浙江的溫州，很普遍，工廠就是家庭，前店後廠，生產紐扣、標牌、小五金。在福建的晉江，人們砸鍋賣鐵也要辦鞋廠。在廣東的順德，有一位鄉鎮企業家集資辦起了一個生產電風扇的小作坊，而這個作坊就是今天美的集團的前身。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最重要、最基礎的指標之一，就是城鄉居民收入比。這個數字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是2.57:1，就是城市居民的年收入高於農民的2.5倍以上。而到了1983年，這個數字縮小到了1.82:1，5年時間裡差距縮小了約30%，這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的歷史最好成績。在那5年時間裡，中国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實實在在地跑贏了城市。在一個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必然會誕生傳奇。從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時代精神圖騰，請問是誰呢？是一個叫做牟其中的狂人。請問今天還有多少人記得？牟其中出身普通，卻有着拿破崙一樣的野心和超凡的想象力。早在70年代，他就因為與朋友討論政治、組織讀書會而被判處死刑。雖然幸好趕上文革結束，獲得平反，但這種叛逆和冒險的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牟其中有句名言：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進入1980年代，牟其中靠着倒賣座鐘賺到了第一桶金，但是讓他一戰封神的還是那筆震驚中外的罐頭換飛機生意。
當時的背景是蘇聯即將解體，國內民生物資極度短缺，但重工業遺產還在。但是在中國則是相反的情況，輕工業產品開始出現過剩，鄉鎮企業急需為產品尋找出路。牟其中就在這個歷史的夾縫當中找到了機會，他所創辦的南德集團就成了這場豪賭的歷史舞台。牟其中以他驚人的膽識、過人的談判技巧和堅持力，游走於四川、重慶、山東、河北等地，說服了300多家鄉鎮企業。他們有罐頭食品廠、皮衣廠和日用品工厂。牟其中讓這些庫存積壓的工廠為他賒賬供貨，他沒有抵押物，僅憑借一紙四川航空的購機協議和對蘇聯交易的承諾，就串聯起了這場跨國交易的每一個環節。牟其中與川航簽下協議，承諾交付4架蘇聯產的圖154客機，川航要求試飛後付款。在與蘇聯談判的時候，他又提出用中國的輕工業產品換取飛機，蘇方同意貨到以後交付飛機。牟其中的大膽之處在於，他把2個合同之間的時間差當成了他制勝的籌碼。他先將蘇聯的飛機交貨合同作為抵押，從銀行取得貸款，然後用貸款支付工厂貨款，再然後用貨物換回飛機，拿到川航的付款，最後再歸還銀行貸款。這個過程是妥妥的空手套白狼，用四川話講就是全村裡面的極品。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大約1000節火車車皮的貨物，從水果罐頭到皮夾克，再到暖水瓶，源源不斷地駛向蘇聯。1991年10月18日，當第1架圖154客機緩緩降落在成都雙流機場的時候，這場不可能的交易終於化為現實。最終4架客機全部交付，牟其中不僅為川航圓夢，還為自己賺得了大約1億元人民幣的巨額利潤。這場罐頭換飛機的交易有如傳奇，又宛如一場大型商業魔術秀，展示了牟其中在改革開放浪潮當中的膽識與智謀，也成為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中國民營企業家精神的時代注腳。牟其中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例子，但他的成功絕非孤立，在他身後還有無數個小牟其中，有無數鄉鎮企業家，他們同樣面臨着資金的難題，包括後來的聯想、美的這些知名企業，在他們的初創期都曾經為幾萬塊錢的貸款而四處求人。國有銀行的大門對他們是緊閉的，而他們唯一的依靠就是植根於鄉土社會的民間金融。要理解民間金融為何如此重要，我們就要理解當時中國農民的真實處境。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周正的，更不要說去填寫國有銀行那套複雜的有如天書的貸款申請表。其實哪怕在今天，農民的處境與當時比也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國有銀行不僅有文化門檻，更有身份门檻，在他們眼中，拿不到單位證明的農民是没有信用的编外人員。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本身講究的是不誤農時，春耕要買種子化肥，秋收要雇人手，今天借錢明天就要用，滿1個星期1年的收成可能就毀了。這種對資金效率極快短的要求，是坐在城市辦公室裡的國有銀行信貸員無法理解的，更是不可能共情的。這種需要也不是習慣了層層審批、開會研究的銀行官僚程序能滿足的。因此，民間金融的高效、靈活和手續簡便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也就成了農民和鄉鎮企業們的唯一生命線。哪怕你叫它非法集資也好，還是高利貸、地下金融也好，你都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正是這些草根金融哺育了萬萬千千的鄉鎮企業們。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種當時常見的民間眾籌金融組織——標會。在溫州、在福建、在珠三角，各種名目的標會錢莊遍地開花。所謂的標會也叫台會、合會或者互助會，是一種民間互助金融形式。它的形式就是參與者定期集資，通過競標或者輪流的方式來決定資金的分配。這種組織同時具有儲蓄和借貸的功能。這麼解釋聽起來很複雜，其實標會的玩法非常簡單，你就把它想成是村子裡一群互相信得過的人組織起的一個眾籌貸款小組就好了。咱們舉個例子，大夥兒就明白了。比如村裡有12戶人家，彼此都知根知底，大家說好了建一個會，規則很簡單，每家每個月都固定拿出1000元錢，
這樣一來，這個眾籌小組每個月就有一個12000塊錢的資金池了嘛。好，第一個月開始了，張三家呢急着要買一台機器辦個小廠，他是所有人裡最需要錢的人，那怎麼辦呢？他就跟大家喊話，這第一個月的集資呢，先讓我用着，我願意出500塊錢的利息。那關鍵來了，請問他能拿走多少錢呢？就是資金池裡的總數12000塊，減掉他自己喊出來的500塊錢利息，所以他實際到手的現金就是11500塊。那其他人呢？其他11家不急需錢用，所以他們就相當於這個月的投資人。張三出的500塊錢利息就当是給大家的分紅了，每家差不多能分到45塊錢，所以他們這個月要交的錢就不是1000塊，而是1000減掉45，交955塊就行。你看這事兒就辦成了。不同地區標會的玩法不一樣，有的靠喊價競標，有的乾脆輪流拿錢，但都是人情借貸的一種變形。然後這個規則就這麼一直玩下去，12個月，剛好12家人都從資金池裡提過一次錢，這個會就結束了。總結一下，這個遊戲的規則就是誰最需要錢就付最高的利息，就先從資金池裡提款，越早提款你付的利息就越多，就相當於是貸款，而越晚提款的人呢，就一直在賺別人的利息，就相當於是理財。這就是最樸素的金融模型，它沒有複雜的合同，基礎就是中國承傳了千百年的熟人關係吧。你的信用就是你在村裡的口碑，在宗族裡的名聲。這裡的關鍵在於貸款人自己對借款人本來就了解，風控能力自然就強嘛，而且能夠做到精準滴灌，錢款少，但是真能解決問題。這種基於人情和聲譽的金融體系，效率高，交易成本低，當然有着巨大的益處。它雖然有些亂，但是它像毛细血管一樣，滋養了中國民营經濟的第一波浪潮。根據一份調查報告，1995年仍然有高達34%的農戶能夠從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獲得貸款，可見這是一張龐大而有活力的民間金融網絡。好，終於說到朱鎔基了。1991年，他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金融和國企改革。1993年，又兼任了中國人民银行行长，也就是央行行长。那麼，在當时的中共高层眼中，請問中國經濟是一個什麼樣子呢？雖然鄉鎮企業這種特殊形態的私人經濟蓬勃發展，但是在當時中共高層的眼中，國家正處於高速增長後的瀕臨失控狀態，面臨着3座大山的重壓。第一，1994年通貨膨脹率飆升到24.1%，物價飛漲，儲戶存款一夜縮水，民怨沸騰，社會穩定面臨着考驗。第二座大山是以海南為重災區的房地產泡沫，在投機式的擊鼓傳花之後，砰的一下爆了，留下了無數爛尾樓和數百億元的銀行呆壞賬。對當時的中國銀行業來講，數百億元是個天文數字。第三座大山是致命的三角債危機，國有企業之間互相欠債，總額達到數千億元，形成了死結，拖垮了經濟的半壁江山，也拖得銀行體系陷入了不良貸款的深淵。當時的中國經濟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被推到了歷史前台。他畢業於清華，深受蘇式計劃經濟的影響，又對西方的市場經濟有着深刻的理解。朱鎔基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他既有經濟沙皇的鐵腕與魄力，又懷揣着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悲情與使命感。他的任務就是要對中國這個發着高燒又有多個器官功能衰竭的軀體進行一場風險極高的外科手術，而他選擇的手術刀就是他最信任的國家權力。朱鎔基認為，一切混亂的根源就在於地方權力過大，號令不出中南海。因此，他手術的第一刀就是要收回金融大權。1993年，朱鎔基的鐵腕第一擊出手了，國務院下發關於整頓金融秩序的決定。這份文件不亞於一場金融領域的削藩，他以雷霆萬鈞之勢關閉了數千家地方自辦的信託公司和證券交易機構。經過這輪整頓，全國性的證券交易所僅剩下滬深兩市，直到今天。更關鍵的是，他把刀口指向了民間金融，充滿活力的民間金融一夜之間就從有益的補充變成了非法的毒瘤。
以無錫的新興實業公司集資案主犯被判死刑這件事為標誌，一場全國性的清剿開始了。無錫這個案子在當時被稱之為建國金融第一案，主角叫做鄧斌，在當時很多人把他視為女強人，一個資本運作的天才。那請問他做了什麼呢？說出來也非常簡單，就是用一個你无法拒絕的条件來找你借錢。這個條件就是高到離譜的利息，離譜到什麼程度呢？月利息達到了10%到20%。那這樣一年下來，光利息收入就能夠讓你的投資翻倍。那想想，誰能夠抵抗這種誘惑呀？靠着這招，短短幾年，鄧斌從全國各地，請問籌集到多少錢呢？說出來嚇你一跳，32億元人民幣。要知道那是90年代初啊，32億元絕對是個天文數字了。那請問他真的有什麼好的投資去處嗎？当然沒有，這些錢的大部分被他拿去海南炒地皮，去上海炒期貨了。本質上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龐氏騙局，用後面人投入的本金去還前面投資人的利息。結果呢，朱鎔基的金融整頓一開始，信貸一緊縮，這個巨大的泡沫砰的一聲就破了。鄧斌被抓，最後因為詐騙、貪污等等罪名被判處死刑，1995年被槍決。像鄧斌這種龐氏欺詐，當然是任何金融規管都要打擊的對象。但是朱鎔基對蓬勃的民間金融並不是要規管，而是要鎮壓。殺鄧斌就是一個祭旗的儀式，他向全社會傳遞了一個冷酷的信號：遊戲結束了，任何金融活動只要不在我的控制之內，就是有罪。再不收手，你就是下一個鄧斌。在這樣的新秩序下，像牟其中這種游走於體制邊緣的草莽英雄，悲劇就注定了。他那種依賴高槓桿的民間融資模式，在朱鎔基的鐵腕下徹底崩潰。最終，牟其中本人因為信用證詐騙的罪名鋃鐺入獄。這位80年代的商業狂人，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位中國首富，就這樣被清除掉了。從此草莽再無英雄。從1991年至1998年期間，朱鎔基每過2-3年就要發起一輪金融秩序整頓運動，涉及到了金融領域的各個層面，比如國有銀行壞賬、國有企業三角債、民間借貸等等。結果就是民間金融的空間不斷被擠壓，直到被堵死。為萬萬千千鄉鎮企業們供給養分的毛細血管從此被斬斷。像標會這樣的民間眾籌普惠金融機構，當然也被視作亂象加以抹殺，無法再立足了。整治運動的登峰之作，就是國務院在1999年下發的一份文件，叫做《關於取締農村合作基金會的通知》。這個農村合作基金會是個什麼東東呢？它就是80年代以來無數農村地區自發成立的吸納農民儲蓄，又為鄉鎮企業提供貸款的民間金融機構。它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那些毛細血管當中最重要的一支。請注意，這份文件對這些民間基金會所下達的命令，不是規範，不是引導，而是取締。文件的規定非常具體，所有這些民間自辦的金融機構必須立即停止一切吸納儲蓄和放貸的業務，然後進行全面的清算審計，最後他們的資產負債，包括所有的客戶存款，都會被強行併入到當地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再請注意，併入這個詞兒聽起來很中性是吧？但它實質就是徹底的吞併和消滅。這意味着一個原本根植於鄉土社會的民間金融體系，它由農民自己管理，決策鏈條極其簡短，能夠快速反映市場的需求。現在它被連根拔起，然後被硬生生地塞進了農村信用合作社這個官僚機構裡。農村信用合作社頂着合作2個字，聽起來也是吸納農民儲蓄的互助金融組織，但關鍵在於它的管理方式。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社長或者主任一般是由政府委派的，它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是官办金融機構的末梢分支。一官僚，它就不可能靈活，就不可能像農民自發集資的基金會那樣對農民的需求做出迅速的反應。這個吞併過程就像是把你家門口那個隨叫隨到又了解你家情況的社區小診所給強行關閉了，然後你看病的時候就必須去所謂的正規醫院，你就要排隊掛號，填一堆表格。朱鎔基這一刀下去，農民家庭和鄉鎮企業們也就失去了最重要也是最便捷的融資渠道，當然廣大中國鄉村的經濟活力從此就停滯了。
信貸枯竭之後，無數在80年代叱咤市場的鄉鎮企業一夜之間陷入了滅絕式的大屠殺。他們沒有倒在市場競爭中，卻是死於政策性的斷奶。除了倒閉和破產，剩下的就是被有官方背景的資本廉價收購。中國80年代剛剛興起的農民就業非農化和在地工業化從此戛然而止。這對普通農民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原本他們在家門口就可以致富，成為小老板，成為企業的股東。現在這種機會被剝奪了，本地的經濟生態被摧毀以後，農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離鄉棄土，離開家庭，湧入沿海城市的工廠，成為流水線上最廉價的螺絲釘。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農民工這個群體，其大規模的形成正是開始於1990年代中期。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它更是一個人權問題，還引發了中國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痼疾。從春運的艱辛，再到數千萬留守兒童的童年創傷，都是來自於朱鎔基的所謂金融秩序整頓。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80年代的民間金融根植於熟人社會，它本身就是一種風險過濾器，它能夠長期存在，說明它就是有效的。當然它有瑕疵，不时的也發生一些欺詐事件，但是它的內核是健康的。朱鎔基的一刀切摧毀了這個信用文化體系。20年後，李克強總理又試圖用 P2P 互聯網金融來重塑民間金融的活力。他也想搞普惠金融，準確滴灌那一套，其實呢是想讓生態回到1980年代。但是這一回真正的悲劇就發生了，由於老朱已經徹底摧毀了這個立足於熟人社會原生態的信任體系，而 P2P 是建立在匿名和算法之上的，完全沒有有效的风控機制。這讓互聯網金融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史詩級的騙局，其瘋狂和貪婪程度遠遠超過了1980年代的民間金融。在中國互聯網金融圈，捲款跑路的大小老板們，詐騙金額動輒幾十億元、上百億元，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又遠遠甚於1980年代的所謂金融亂象。朱鎔基在1990年代親手鏟除了民間信用的土壤。20年後，這片貧瘠的土地再也開不出健康的花朵了，只能夠長出 P2P 這朵絢爛的毒蘑菇。這是朱鎔基留下的最重要詛咒之一，但遺憾的是，注意到的人很少。那麼，請問歷史真的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嗎？面對1980年代的所謂金融亂象，除了一刀切，難道還有第二種選擇嗎？當然是有的。詳情請聽下回分解。那麼好，今天這個話題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